2024年初，一条令军迷沸腾的消息开始在互联网流传：巴基斯坦空军的歼十 CE 战斗机在卡塔尔及扎尔2多国联合空中演习中，以超视距空战4-0、近距格斗5-0的绝对碾压比分完胜卡塔尔空军的台风战斗机。然而，在长达2年的时间里，这条消息始终停留在坊间传说层面，国内媒体未予报道，参演各方也三缄其口。当时，卡塔尔刚在2019年斥巨资签下台风订单，2022年才完成交付。若当场公布被9-0剃光头，无异于在国际军贸市场上自打耳光。另外，这一战绩过于离谱，即便传出来，人们也倾向于认为其中存在夸大成分。直到2026年5月中央电视台军事科技节目的报道，才让这场被尘封2年的对决正式浮出水面。理解这场胜利的冲击力，需要先厘清歼十 CE 在全球战机谱系中的定位。在中国空军装备序列中，歼十 C 在中国空军4代半战机中是最轻最弱的存在，其上方还有歼十6、歼十5T 等重型战机以及歼20、歼35等第5代战机，而歼十 CE 又是歼十 C 的出口阉割版本，雷达探测距离和电子战能力消一点，导弹射程也得控一控，不能把看家本领全亮出来。欧洲台风战斗机则由英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4国联合研制，是欧洲航空工业的集大成之作。单机含服务造价高达3.33亿美元，性能号称对标美制 F-15。和2009年法国阵风强行斩首猛禽一样，在2012年阿拉斯加红旗军演中，德国空军第74战术联队的台风战机凭借原偶压抑的高空高速和持续能量盘旋能力，在近距格斗中也把 F-22猛禽当沙拉吃了。因此，歼十 CE 以天降之身连斩敌方2员主将。正如美国军事观察杂志的犀利评论所言，最弱中械吊打欧洲最强。及扎尔2多国联合空中演习是巴基斯坦空军与卡塔尔埃米尔空军之间制度化、高水平的定期联合军演，旨在模拟高度逼真的现代空中战场生存环境，测试多国联合规划机制、互操作性及装备的极限。根据演习导演部计算终端和央视披露的数据，9场对抗在无空中体系支持的单机双机对抗中展开。在第1阶段的超视距制空对决中，双方在相距150公里外对向对飞。现代超视距空战的核心法则只有一条：先敌发现，先敌锁定，先敌开火。歼十 CE 在超视距环节打出4-0，背后是雷达、半导体材料、导弹动力技术、隐身设计3大领域的系统性优势叠加。要理解2款战机在雷达性能上的差距，关键在于理解其 TR 组件所采用的半导体材料。卡塔尔的台风战机属于 Tranche 3A 批次，虽然换装了欧洲引以为傲的 ECRS-MK0 Captor 有源相控阵雷达，但其 TR 组件芯片仍然采用第1代砷化镓半导体技术。砷化镓的功率、密度和效率在当时属于一流水平，但其物理特性决定了在耐高温、抗干扰等方面的天然局限。歼十 CE 则搭载国产 KLJ-7A 型有源相控阵雷达，采用了最新一代氮化镓半导体技术。氮化镓属于第3代宽近带半导体材料。我们知道，近带宽度是阻挡电子乱跑的能量大坝。在固体物理学中，近带宽度是指电子从不能导电的价带跃迁到可以自由导电的导带所需要的最低能量。砷化镓近带宽度约为 1.4 电子伏特，属于传统窄近带材料。氮化镓近带宽度则高达 3.4 电子伏特。通俗比喻，它就像一座大坝，砷化镓的大坝只有 1.4 米高，电压稍微升高或者温度一高，电流洪水就会轻易冲垮大坝，导致芯片漏电、热击穿。而氮化镓的大坝足足有 3.4 米高，它能承受极高的工作电压和极热的电磁环境。Johnson 因子另名约翰逊优质，
是评价高频大功率的终极 KPI。这是由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约翰逊提出的一个综合指标，专门用来评估一种半导体材料在高频率和大功率极端应用下的理论极限。它与材料的击穿电场强度和电子饱和漂移速度成正比。砷化镓的 Johnson 因子是 2.7， 氮化镓的 Johnson 因子高达 27.5， 是前者的 10.2 倍。通俗比喻，这就像评估一辆赛车的发动机极限。砷化镓是一辆普通轿车引擎，转速高了，高频或者拉重或大功率就会缩短寿命甚至爆缸。而氮化镓则是顶级的 F1 赛车引擎，既能跑出超高转速，又能承受恐怖的推力，性能极限直接拉高了10倍。氮化镓在微观物理上的10倍优势，直接在宏观战场上转化为了对西方战机的3层非对称压制。首先，超高功率带来的千里眼优势，因为氮化镓的近带宽度大，击穿电压高，其每个 TR 组件能够承受的工作电压是砷化镓的数倍，功率密度直接飙升了5到10倍。同样是探测4代半战机目标，台风的 Kepler-E 雷达理论发现距离大概在100公里出头，而歼十 CE 的 KLJ-7A 至少能做到150公里开外锁定目标。部分技术资料甚至显示其对 RCS 等于5平方米目标的探测距离可达220至240公里。然后是恐怖的电磁能量烧穿优势，极强干扰能力。Johnson 因子高，意味着氮化镓芯片在持续喷涌高频高电磁能量时，自身不会因为发热而崩溃。它对热量的耐受极限远超传统芯片。现代空战充斥着电子欺骗。当卡塔尔的台风试图开启电子战系统，向巴军战机施加杂波干扰时，歼十 CE 的雷达可以瞬间把上千个氮化镓组件的能量集中汇聚成一束像激光一样的高功率电磁重锤。这股能量能直接烧穿西方战机的电磁防护网，强行锁定对手，让西方的电子干扰彻底失效。而砷化镓雷达受限于散热瓶颈，往往不得不降低功率，以避免组件烧毁。多任务与低可探测优势，氮化镓元件在提供相同功率时，体积更小，发热效率更低，这让雷达后端有富裕的算力进行全数字通道控制，具备极高分辨率的合成孔径能力与极强的多目标追踪刷新率。歼十 CE 可以用一部分芯片执行低可探测概率扫描，在不触发对方雷达告警的前提下，悄悄跟踪台风，同时用剩余的效能引导霹雳151导弹发起盲狙。对方飞行员直到被导弹锁死的最后几秒，座舱里才会尖叫报警，根本没有预警和逃逸的时间。印度阵风在2025年57空战中的遭遇，就是这一单项透明优势的惨烈注脚。印军阵风的告警系统响起来的时候，导弹距离命中只剩3秒，飞行员连做出规避机动的时间都没有。相比之下，ECRS Mk0采用的是相对传统的模拟接收机架构，其后端处理带宽较窄，无法同时高效处理高强度的雷达侦测和多路电子欺骗信号。这也是欧洲目前正紧急研制升级版 ECRS Mk2 的根本原因。2026年1月22日，英国国防部正式宣布签署价值4.535亿英镑的合同，由 BAE Systems、Leonardo UK 和 Parker Magnet 联合为英国皇家空军台风战机生产和交付40套 ECRS Mk2 有源相控阵雷达，这才终于引进了氮化镓与砷化镓混用的复合大功率体制，迈向超宽带电磁频谱。在超视距空战中，探测和隐蔽是一体两面，除了雷达看得更远，隐身能力更难被发现同样关键。歼十 CE 采用了多项源自歼20隐身战斗机技术下放的低可探测设计。DSI 棒式进气道用3维鼓包取代传统负面层隔板，既遮挡了发动机风扇面的强反射源，又减轻了结构重量，一举两得。座舱盖金属镀膜有效阻挡雷达波穿透座舱，减少座舱内腔的雷达反射，
即在雷达天线倾斜安装，将雷达天线设计为倾斜角度，进一步降低正向雷达回波。综合效果是，歼十 CE 的雷达反射截面积被压缩至约1平方米量级，而台风全机表面超过70%的面积采用了碳纤维复合材料，在雷达波反射最强烈的主翼前缘、压翼边缘、进气道内壁以及座舱周边涂覆了欧洲秘密研发的高效率雷达吸波涂料，也采用了黄金镀膜座舱盖。但值得注意的是，台风传统的2元矩形进气道存在负面层隔道和进气道的角反射效应，贡献了最大的正面 RCS， 而且其远距偶和压翼设计在隐身方面也是一场灾难。2片压翼高高突出在最前方，极大地增加了战机的正向 RCS。压翼后方偏上的位置还安装有2片面积比较大的涡流发生器，而歼十 CE 的近距偶和压翼与主翼机身在视觉和电磁结构上融合度极高，这种高度一体化的宝型几何设计，使得反射的雷达波能够被集中在少数几个特定的窄扇区内。先敌发现是空战的基础，但最终的杀伤需要靠导弹完成。歼十 CE 在超视距环节的主战武器是霹雳151中远距空导弹，台风则搭载欧洲引以为傲的流星超视距导弹。2款导弹的技术路线差异在实战化对抗中被成倍放大。霹雳151采用双脉冲固体火箭发动机技术，这是近年来空战武器领域最具革命性的突破之一。其战术价值在于，传统中距空导弹在动力段结束后速度迅速衰减，一旦目标做大过再机动规避，末端命中率断崖式下跌。而双脉冲发动机可在飞行末段进行2次点火，在目标做最剧烈机动时仍保持4马赫以上的速度，从而大幅扩大不可逃逸攻击区，有效射程约为145至200公里级别。反观台风配备的流星超视距空导弹，采用冲压发动机技术，理论射程可达150公里以上，优点是动力段长。然而冲压发动机存在一个天然缺陷，在燃料耗尽后，其2个大进气道瞬间变为巨大阻力源，导弹速度下降极快，末端机动能力明显吃亏，实战有效射程往往被压缩至100公里以内。这意味着一个简单的战术不等式，歼十 CE 可以在台风的导弹射程之外从容发射，完成我能打你，你打不到我的单向猎杀。2025年5月7日，印巴空战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实战验证。据巴基斯坦方面披露，歼十 CE 在约198公里的距离上发射霹雳151，实现了全程自主盲狙击杀，甚至未依赖体系化作战的 A 射 B 导。第2阶段，双方被演习规则强行拉入目视范围内的低空狗斗。如果说超视距4:0体现的是中国电子工业和武器技术的硬实力，那么近距格斗5:0则是对欧洲航空设计底蕴的一次更为尖锐的挑战。我们知道，台风和阵风都曾在狗斗中击败过 F-22猛禽，只不过法国阵风后来公开了座舱 HUD 视频证据，导致其名气更大，容易让人以为只有阵风赢过。在2012年阿拉斯加红旗军演中，德国空军第74战术联队的台风战机凭借优秀的原偶压抑高空高速和持续能量盘旋能力，在近距格斗中把 F-22猛禽当沙拉吃了。近距格斗最讲究的是机头指向能力，谁能更快地将机头对准对手，谁就能率先构成发射条件。而决定这一能力的核心在于战机的气动布局设计哲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空军开始研制歼十时，面对的是北方强邻和地缘潜在对手在中低空制空权上的巨大压力，加之在发动机推力有限的前提下，如果想和国外双发重型机抗衡，就必须在气动减阻和增升上做到极致。近偶和压抑设计完美契合了当时中国航空工业对国土防空、中低空高机动缠斗以及非对称逆袭的战术刚需。压抑紧靠主翼前缘，两者之间产生强烈的气动干扰。当压抑偏转时，
其产生的脱体涡直接扫过主翼上表面，为主翼负面层补充能量，延缓气流分离。这一设计的战术效果极为突出，在超过30度甚至更高的大迎角飞行时，主翼依然拥有巨大升力，不容易失速。配合全数字电传飞控系统，歼十 CE 可以在中低空瞬间将机头拉起来，对准敌人，瞬时盘旋角速度可达30度每秒，远超同级别战机。等到了歼20的时代，劲偶压抑气动布局则进行了惊世骇俗的升级，用长机身解决了超音速巡航的配平阻力大的问题，用完全边缘平行解决了隐身难题，再用大边条榨干了中低空的升力极限。台风虽然同样采用压式布局，却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技术路线。台风构思于20世纪80年代的冷战高峰期，西欧国家空军当时最核心的战略任务是在欧洲平原上空快速爬升，拦截苏联遮天蔽日的超音速轰炸机群和护航战斗机。圆偶布局让压翼和主翼之间保持足够的距离，通常高在座舱两侧，两者流场几乎互不干扰。这使得台风在超音速飞行时流线非常纯粹，阻力极小。配合2台性能强劲的 EJ200 发动机，台风具备了恐怖的爬升率和优秀的超音速巡航能力，不带后燃器就能维持 1.5 马赫飞行。由于压翼距离战机的重心非常远，它就变成了一个高效率的大杠杆。在战机需要进行俯仰机动或高空高速切向转弯时，压翼只需要偏转一个极小的角度，就能产生巨大的操控力矩。这意味着它在做动作时产生的额外空气阻力极小，能最大程度地保留战机在高空高速飞行时的动能，维持持续盘旋能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它在阿拉斯加红旗军演的高空能靠充沛的动能耗死具备超机动能力但速度下降较快的美军 F-22猛禽。法国飞行员就曾评价12000米以上阵风打不过台风，但其劣势同样鲜明。由于没有劲偶压抑的涡流增生效应，在低速、中低空大迎角飞行时，主翼容易失速。台风机身较长，这一气动特征限制了其大迎角飞行性能，在低速缠斗中容易因翼面气流分离而过早失速。所以，台风在压翼后方天上的位置还安装有2片面积比较大的涡流发生器。进行大仰角飞行的时候，这2个涡流发生器可以产生脱体涡流，对主翼产生有力干扰，并且推迟失速。不过，即便如此，法国飞行员也承认，3000米以下台风打不过 F-16，而 F-16在近距格斗中对抗歼十 CE 并无明显优势。除了压翼耦合差异外，台风的矩形进气道内部拥有复杂的机械可调机构。这些机构虽然在全包线内效率极高，能量恢复速度很强，但在近距格斗这种生死瞬息之间，数百公斤的机械死重会增大机身的转动惯量，导致瞬态机动响应稍逊于歼十 CE。而歼十 CE 的 DSI 进气道为机头大幅减重，更轻的机身结构提升了推重比，配合近距耦合压抑，使其在近距格斗变换盘旋方向，如剪刀机动时的滚转响应极为敏捷。由此可见，2款战机的机动性能各有千秋，但最佳战场完全不同。歼十 CE 的最佳战场在中低空亚音速格斗区域，瞬时盘旋能力极强，但持续盘旋时掉速度快。台风的最佳战场在高空超音速截击区域，双发动力强劲，适合高速拦截，但中低空大迎角性能逊色。巴基斯坦飞行员显然精准地把握了这一点，在与台风的对抗中，他们极力将战场拉入中低空域。一旦进入这个舒适区，歼十 CE 的劲偶压抑便如鱼得水。凭借更强的瞬时盘旋能力和机头指向性，歼十 CE 能在缠斗开始的第一时间率先满足导弹发射条件。近距格斗最终比拼的是导弹的大离轴角发射能力，在这方面，霹雳101展现出了更令人瞩目的后发技术优势。霹雳101采用了最新一代高分辨率的红外焦平面阵列成像导引头，
在传感器捕捉到目标的1/1000秒内，不仅能识别热源，更能通过算法直接识别出战机的外形轮廓。相比之下，欧洲1998年投入使用 AIM-132 先进近距空导弹和美制 AIM-9X 的早期批次，其128×128分辨率红外成像矩阵的像素密度和数据处理芯片的架构较旧。在面对做出剧烈机动的目标时，导引头计算并建立稳定锁定的反应时间相对更长。这种抗干扰运算速度的差异，让霹雳102在转瞬即逝的格斗窗口中实现了无延迟的视觉级秒锁。格斗导弹的弯道超车能力取决于其最大可用过载。欧洲 AIM-132 导弹为了追求高达50公里的极限射程，采用了无翼的光感气动布局，仅靠十字形尾舵控制，这导致它在出鞘后的前几秒低速阶段，空气舵面无法产生足够的偏转力，近距离急转弯能力在三者中最弱。美国 AIM-9X 虽然采用了推力矢量燃气舵，最大可用过载大约在50G 左右，但其前部取消了主动翼，导致导弹在飞行中段全靠惯性滑行时，气动控制能力大幅衰减。霹雳102则追求重型化和极限装药量比 AIM-132 和 AIM-9X 导弹多25%，更采用了极为激进的大边条翼、尾部全动舵面和燃气舵推力矢量的复合体制。在刚发射速度还未完全提起来的低速阶段，其尾部的矢量喷管直接偏转，推着导弹强行直角转弯。根据中国军方公开的技术参数，霹雳102的最大可用过载达恐怖的60G，部分国际军事专家推测可达60至80G，最大攻角远超西方同类产品。得益于60G的过载能力和头盔瞄准具的深度联动，霹雳102实现了正负90度的全向发射离轴角。即便卡塔尔的台风凭借强大的双发动机切入到了歼十 CE 的侧方，甚至前半球大角度位置，巴军飞行员也无需把机头完全转过来，飞行员只需要转头看一眼台风，头盔引导信息瞬间同步给霹雳102，导弹离轨后立刻启动燃气舵，在空中完成一个大半径回头掉头，直接在台风死角里将其越肩击落。另外，当对决进入高强度、电光石火的超视距切换和近距狗斗时，座舱人机功效方面成为左右比赛不可忽视的因素。HOTAS 全数字化手不离杆操纵系统是现代战机人机功效学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设计师把雷达扫描导弹选择、红外干扰弹释放、无线电通讯等最核心、最常用的10几个功能按键，直接密密麻麻地安装在飞行员双手死死握住的操纵杆上。飞行员在整个交战过程中，两只手永远不需要离开这个控制杆，仅凭两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进行盲操。但台风的 HOTAS 设计在面对具备后发五代机思维的歼十 CE 时，表现出了明显的代差劣势，给飞行员拖了后腿。台风设计团队为了实现战机所谓的全能性，而且要适配英德意西4国飞行员操作习惯，在其油门杆和操纵杆上竟然塞进了多达24个物理按键，且具有深层的多级子菜单复用功能。在超视距向近距缠斗转换的瞬间，飞行员可能需要通过连续组合按键来完成模式切换。为了避免飞行员的大拇指在密密麻麻的按键里按到抽筋，设计师引入直接语音输入系统。但战机拉出7G 至9G 的极限过载时，飞行员需要配合抗和服进行极高强度的抗和憋气呼吸，语音识别系统根本无法准确识别飞行员的含糊、颤抖的变调指令。这套看似前卫的功效设计，在高 G 格斗中完全沦为摆设，飞行员被迫重新在杆上盲操按钮。而歼十 CE 或歼20这类现代4代半与5代机所标配的全数字飞火推一体化 HOTAS， 本质上是将控制杆上的所有物理按键完全融入了战机的综合航电系统与数字飞控网中，操纵杆指令可同步联动飞控、火控、动力3大系统，系统耦合联动效率
可达95%以上。每一个按钮在不同的战场态势下被赋予的软件定义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对地攻击模式下，操纵杆上的 A 键按下去是激光制导炸弹锁定。切入近距格斗模式后，此时飞行员在按下同一个 A 键，则代表雷达垂直扫描加霹雳101导弹随动的指令，这极大地精简了杆上的物理按钮数量。相比之下，在多目标对抗极限机动场景下，台风战机的联动效率不足60%。更关键的是，歼十 CE-HOTAS 系统功能分配聚焦制空对抗，优化近距离格斗、超视距空战高频操作，将目标切换、导弹解锁、离轴锁定、雷达快速扫描等16项空战高频功能设置为一键直达模式，单步即可完成核心战术操作，操作效率较台风提升40%以上。比如，歼十 CE 拥有极高评价的一键格斗功能，在遭遇突发缠斗时，飞行员不需要像老旧 F-16那样用大拇指去连续拨动好几个机械开关来分别配置雷达和武器。飞行员只需按下一个带有物理凸起、触感极明显的特情复合键，机载计算机将发送连锁指令，雷达自动转为视距内扫描，头盔瞄准具开始追踪飞行员眼球，格斗导弹群的头启动冷却，飞控系统解除过载限制，以允许飞机拉出最大攻角。军演复盘数据显示，格斗场景下歼十 CE 平均锁定目标耗时较台风缩短37%，导弹发射响应速度提升42%。综合来看，台风的座舱本质上是一个基于4代机思维、忽视场景适配，通过不断打补丁堆砌出来的复杂系统。面对中国航空工业在2010年后全面爆发，直接继承5代机高度信息化融合、一键式极简格斗思想的歼十 CE， 台风座舱交互繁琐、信息零散的劣势在高压缠斗中被成倍放大。装备优势是胜利的基础，同时巴基斯坦飞行员的卓越素质显然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卡塔尔在购买台风战机时，由于本土飞行员极度匮乏，与英国皇家空军建立了第12联合中队。在2024年的演习期间，除了卡塔尔本土精英，还有大批来自英国皇家空军的资深教官和飞行员，这让9-0的比分含金量重于千钧。其不仅是机型性能的胜利，更是训练体系和空战理解的优势。巴基斯坦空军是全球唯一同时深度装备美制 F-16 Block 52与中国歼十 CE 的军队，甚至巴方与歼十的渊源可以追溯至这场演习的多年之前。自2011年起，中巴雄鹰系列联合空中演习已持续10余年，成为巴空军能力跃升的关键平台。中国方面派出歼十 C 和歼十6等4代半战机参演，精准模拟印度空军的苏30 MKI 和阵风战机特性，这些先进机型成为巴空军最有效的磨刀石。演训中设置的复杂战场环境远超印军实际水平，巴基斯坦空军的训练强度也令许多国家望尘莫及。巴飞行员年均飞行时间达180至240小时，远超印度飞行员的140小时。精英飞行员普遍拥有500至1800小时的飞行经验，构筑起深厚的实战能力储备。巴基斯坦空军前参谋长索海尔·阿曼曾有一句被外界解读为凡尔赛式的发言：我们的飞行员唯一的抱怨就是演习训练比和印军实战难得多。巴空军训练体系的国际化视野同样不可忽视，他们不仅与中国空军开展联合演习，还长期与美国及北约国家进行交流。这种中西合璧的独特训练背景，使巴飞行员既拥有西方的开放式战术思维，又在中式体系中摸透了压抑大迎角格斗的极限。在电光石火的近距狗斗中，对机头瞬时指向和导弹发射时机的把握，比纯粹北约背景的飞行员更狠辣、更果断。巴基斯坦空军能在短短2年内将歼十 CE 战斗力发挥到极致，
还离不开中国为其量身定制的全动全景飞行模拟器及 AI 假想敌系统，完成了对巴军飞行员格式化与重塑。首先是歼十力反馈算法重写，克服巴飞行员对 F-16侧杆的肌肉记忆。我们知道 ，F-16采用右侧的操纵杆几乎没有物理位移，飞行员习惯手腕指加力不搬动的微操。而歼十 CE 采用的是具有物理位移的中央操纵杆。中国定制的模拟器采用高度逼真的数字力矩反馈系统。当巴军飞行员试图用 F-16微小手腕力道控击时，模拟器通过液压和电传反向阻力逼真模拟中杆在不同速度下的物理阻尼，迫使飞行员将控制信号从手腕施力切换为手臂位移。其次是全数字 HOTAS 满分考核机制，比如模拟器在飞行员做7G 持续转弯，视野因灰视而缩小时，突然随机触发遭遇敌机、红外锁定等突发特情，飞行员必须在半秒内依靠盲操准确按下正确组合键。任何因 F-16旧习惯导致的按钮错误，都直接判定被击落而无法毕业。最后，模拟器引入了深度强化学习与自我博弈技术。巴基斯坦飞行员在模拟器里被这个不知疲倦、手段狡诈、毫无战术规律可循的 AI 假想敌折磨了数千小时，并能艰难赢下后，在开着真机面对现实中依旧遵循呆板北约战术规范的台风飞行员时，自然如同开了天眼一般，打出9-0的降维打击。回顾欧洲双峰在国际军贸上卷走了超过1200亿欧元的饕餮盛宴，其本质上是4代半也能挑落5代机的故事，支撑了数十年的技术神话和市场溢价。也正因如此，单机造价不超过5000万美元的歼10CE，在国际演习和局部实战中接连拨掉台风和阵风的底库之后，整个西方军工体系惊恐地发现，这是歼十 C 雷达材料、武器技术、气动设计、工业整合和训练体系5个层次优势的集中兑现。2026年初，卡塔尔宣布将服役仅3年的24架台风全部提前退役，并转卖给土耳其。15-0，这不是一次演习的胜负，也不是一场空战的终结，而是一个时代的交接。